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盗墓片，据说当年上映时曾吓死过人。故事开始，一口猩红色的棺椁被男人3两下凿开，一具清朝服饰的女尸躺在其中。时隔多年，女尸依旧皮肤饱满。男人有些胆怯，将颤抖的手伸到女尸头边，拿走了凤冠与宝盒，又顺走她手中的金如意和玉镯。看着女尸脖颈上的项链，男人抽出一条丝巾，绕过女尸脖子打上死结，随后将脑袋深入其中，缓缓拉起女尸，把项链一串串的取下，接着双手按压女尸耳垂，取出口中的定颜珠，拿到最后一件宝物。男人准备离开时，余光瞥见女尸身下的真丝被套，立刻动起歪心思，将粉色麻袋中的珠宝取出放在女尸身下，随后便动身爬出盗洞。回到住所后，6人看着堆成小山的财宝，各自露出异样的神情。只有男主事臣看着众人的表情愁眉不展，他知道这支队伍有人起了异心，而比起买枪打滚子，众人更愿意平分珠宝回家娶媳妇。这些曾经歃血为盟、阴间取宝阳间取义的人，如今看到满桌的金银，早已将誓言抛诸脑后。看着即将为财宝动手的众人，世臣大声喝止，怒骂他们没良心。这时光哥说道：世臣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只要你拉队伍，那就等于张榜告诉八路军、日本人和土匪，那墓是咱盗的。到那时别说是精忠报国了，连命都保不住。他明白，既然4人起了异心，多说无益，还不如将珠宝分成6份，剩下最后一件金如意谁都想要，但又都不敢要。世臣明白分赃不均的后果，于是手起斧落，将金如意分成6块金疙瘩。分完珍宝后，世臣便将这支曾要起义打鬼子的队伍给解散了。等众人都回家后，光哥又独自折回到陵墓内，将私藏的宝物取出。就在这时，失去定颜珠的珍妃面部开始急速衰老，诡异的表情吓得光哥拉一裤兜，缓过神后撒丫开撩，却不料身后的珍妃开始缓缓坐起。还我珍宝！清朝末年，八国联军逼近京师，慈禧携光绪准备出逃之时，怕身处冷宫的珍妃受辱丢了皇家脸面，于是下令将珍妃投入井中。纵使光绪哭成泪人，依旧没能阻止狠心的慈禧。半年后，慈禧经常被噩梦惊醒，总觉得珍妃冤魂不散，每梦到对方从那口井中爬出索命。为了平息珍妃怨气，慈禧派人将珍妃尸体从井里打捞上来，拿出无数金银珠宝，按贵妃标准厚葬。画面一转，一位老秀才讲述着这段历史。世臣听后心中便萌生出盗墓的念头，于是他叫上好友马丽同去踩点，发现只有一位老者在此看守，周围并没有一兵一卒。待到2人敲定好计划后，回去找来帮手。众人歃血为盟，发誓要用此财买枪打鬼子。可就在众人分完珍宝后，其中一人竟悄摸回到陵墓内，取出事先私藏的珍宝。就在他准备返回地面时，一名陌生男人突然出现，上去就是一鞭炮，将光哥干翻在地。男子名叫风良才，本是京城镖师，此番前来珍妃墓，是受清后一马朝恩之托来看守珍妃墓，避免遭到贼子惦记墓内宝物。风良才揪着光哥衣领，要将他带去衙门，其中心思自然不难看出。危急时刻，一位黑衣人突然出现，打跑风良才，将光哥带走。随后等2人跑出2里地，黑衣人摘下面罩，混账！来人正是恶世臣。原来智商在线的他早就看出光哥不对劲，曾经发过誓的兄弟竟然早有2心。恼怒的世臣拿刀就要宰了对方，光哥自知活该也没挣扎，只求在自己死后能去多看看他的妻儿。耳根子软的世臣听到这话，想起了自己深爱的2个老妹儿，心一软放走了光哥，告诫他以后低调点。而世臣作为10里8乡的俊后生，虽然都比脸干净，但仍不妨碍他深得少女喜爱。无论是村东头刘寡妇，还是山西头猎户女儿宝姐，都被他一一拿捏。而世臣此刻却有点麻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哪一个，但是母亲却提醒他，无论跟谁好都可以，但不可3心2意。而到现在，心软的世臣已经走错了2步，一是分财宝，二是放走光哥。事已至此，也无法挽回，但他也不能和好友玛丽远走高飞，怕事后连累母亲和2个女人。慈禧睡到半夜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自己，地面上全是烟雾，他仿佛来到了阴间，一路闻声而去，来到屋外，定眼望去，远处一口水井突然爆炸，接着伸出一双雪白的黑手。慈禧顿时吓得呆在原地，随后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从井里爬出，吓得慈禧扭头便跑。而女鬼正是被他刺死的珍妃。为消除珍妃的怨气，慈禧命人将其打捞上来，以贵妃规格将其厚葬，更是用无数珍宝用来陪葬。而如今珍宝被恶世臣等人盗走，贪心的光哥又偷偷留了一手，趁着月色再次来到珍妃墓，准备取走当初留下的宝贝。这时他发现当初肤白貌美的珍妃，在失去定颜珠后，脸部已经严重腐败，吓得他连滚带爬出了棺材。可在转身时，只见珍妃正缓缓坐起，再看时竟是他被吓出的幻觉。可等光哥回家后，珍妃便一直跟着他。就这样，光哥被吓疯了。而金老五在分得财宝后得意忘形，天天泡在红浪漫内，门都不出半步。一颗定颜珠拿出后，原本对他没有感觉的女人瞬间变得很是敏感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
女人和护林队的于琦有超乎常人的勇力，并将此事告诉了对方。而当枪口抵住金老五脑门时，贪生怕死的他将所知之事全盘托出。随后于琦又带人闯进世臣家中，而世臣刚还没在家，家中的珍宝被悉数拿走，世臣娘也被折磨致死。清朝后裔马老得知珍宝被护林队追回，立刻赶来准备将其带回北平完璧归赵。赵于琦一听完璧归赵，那不正是归我所有吗？而于琦早就打算私吞这些珍宝。就在这时，土匪高阎王带人打了进来。混战中，马老趁机拿起珍宝偷偷溜走，可刚走到一半，保镖却起了私心，想独吞珍宝，便下手将马老杀害。不料这一幕正好被鄂世臣和玛丽看到，三人当即混战在一起，结果珍宝又被守灵人福海给拿走。他正是当初伺候珍妃的太监，而世臣也落入于其手中。除了逃走的玛丽，剩下的3个盗墓贼被护林队捆起来游街，随后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本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。